谁能想到一只孔雀竟引爆了胶州血雨腥风的厮杀？看似不起眼的孔雀争调，实则暗藏杀机。西晋与东吴为争夺胶州展开生死对决，每一步都藏着致命陷阱，每一次交锋都关乎地盘归属。这便是三国末期胶州大地最残酷的权力与地盘之争，没有退路，唯有死战到底。吴永安5年，公元262年，魏景元3年，吴景帝孙休派遣察赞邓荀前往交趾郡，强行征调孔雀与野猪。交趾太守孙旭早前就强行征调郡内3000名工匠，远赴建业做苦役。当地百姓一见邓荀到来，都以为要新增徭役人手。从孙旭征调工匠到邓荀征调真情，东吴对交趾的压榨从未停止。这背后是不是暴露了东吴对边疆治理的致命缺陷？郡吏吕信借着民怨沸腾的势头，鼓动士兵百姓，又联合周边部族，在吴永安6年（公元263年）、魏景元4年5月毅然起兵，诛杀了太守孙旭和察赞邓荀。另有说法讲到，交趾太守孙旭贪婪残暴，欺压一方，民间早就积怨深重。邓荀抵达交趾后，又私自征调30只孔雀，还逼迫百姓长途护送到建业，众人都不愿承受遥远苦役，心里早已埋下反抗的火种。郡吏吕欣顺势带头举事，斩杀了孙旭与邓荀。孙休并没有立刻出兵前去平定交趾的叛乱，就在吕欣起兵的同一个月，曹魏正式下诏大举伐蜀。手握魏国大权的司马昭集结整整18万大军，在8月从洛阳发兵出征。孙休优先选择围魏救赵援蜀，而非平定交趾内乱，这背后是东吴的联蜀抗魏的战略考量，还是对边疆叛乱的轻视？这一决策又埋下了怎样的隐患？孙休到10月接到蜀汉的求救消息，立刻下令出兵攻打魏国，派大将军丁奉率军进攻寿春，让将军刘平到南郡的司机那里商议向何处进兵之事，让将军丁奉深意到缅中去救援蜀汉。可仅仅过了1个月，蜀汉后主刘禅就选择开城降魏。孙休得知消息后，只能紧急撤回攻打魏国的兵马，反而派兵去安抚平定吴蜀边境一带的动荡局势。在这之后，孙休又从吴永安7年（公元264年）、魏景元5年2月开始，接连出动4路大军猛攻原本属于蜀汉的永安，打算趁着曹魏在蜀地根基未稳，趁机抢占巴蜀战略要地，却遭到守将罗宪拼死固守，顽强阻击，前后耗时半年，始终没能攻破城池。一直到同年7月，魏国派出荆州刺史胡烈率领大军直逼吴国重镇西陵，以此援救罗宪。东吴大军无奈之下，只能全线撤退。也就在这个月，孙休病逝离世，临终前托付丞相张布辅佐其太子孙据。然而，由于当时东吴面临内忧外患，而太子孙据尚且年幼，张布与群臣商议后，违背孙休的临终遗命，立废太子孙和之子孙皓为帝。因为朝中战事不断，始终抽不出精力顾及交趾的叛乱。孙休临终前特意划出胶州北部的南海、苍梧、高梁、榆林4郡，单独设立广州，用来稳住局面，防止动乱进一步蔓延扩大。吕欣在交趾郡起兵之后，整个胶州立刻掀起连锁反应，九镇、日南两郡也纷纷起兵响应。吕欣顺势带兵逼近合浦郡，打算拉拢当地势力一同反叛。蜀汉灭亡之后，吕欣深知东吴无暇南顾，主动派遣都尉唐普赶往南中晋盛县，向魏国南中都督霍邑请求归顺庇护，期盼魏国出兵支援，同时恳请朝廷授予自己高官爵位，好坐镇交趾，稳住地方大局。霍邑随即上书洛阳，如实转达胶州众人的诉求。一直到吴元兴元年（公元264年）、魏咸熙元年9月，才等到曹魏朝廷的正式批复。魏国下诏册封吕欣，授予他史思节，都督胶州军事、南中大将军，加封安定县侯。
还特许他遇事可先行处置，再事后上报。与此同时，朝廷任命霍邑遥领胶州刺史，全权托付胶州大小事务，允许他自行任免当地官员。霍邑随即举荐建宁人创古出任交趾太守，又派遣董源、毛炯等一众杨门将领兵南下支援吕信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曹魏援军还没有赶到交趾，吕信就被自己手下的公曹李统暗中杀害。吕信手握民心，获得魏国车封，看似占据天时地利人和，却死于手下之手。这是不是说明乱世之中人心不齐，远比外部威胁更致命？吴甘露元年（公元265年），魏咸熙2年，创古等人率领兵马从南中抵达龙边及今越南河内，着手安抚刚刚归附的交趾各地。就在这年，司马昭去世，其长子司马炎继任为相国，西封晋王。12月，司马懿创魏之立，正式建立晋朝。没过多久，创古病逝，霍邑随即上书朝廷，举荐巴西人马融，也就是马忠的儿子，接任交趾太守。可马融上任没多久，也因病离世。霍邑又举荐前为人杨继，继续执掌交趾大局。经过杨继等人2年的苦心经营，到了吴保鼎2年（公元268年），晋太史3年，西晋已经稳稳占据吴国的交趾、九真两郡，日南郡更是近在咫尺，随手可拿。一时间，吴国合浦以北全境人心动荡，民心不稳。晋朝朝廷随即加封杨继为绥远将军，董源、毛炯等杨门将也都晋升杂号将军，尽数封侯。就连遥掌交州大局的霍邑也凭借功绩受封列侯。保鼎3年（公元268年），晋太史4年，吴主孙皓终于忍无可忍，向西晋发起大规模反扑。孙皓任命刘俊为胶州刺史，前任胶州刺史修泽担任前部都，联合将军顾荣，也就是顾雍的族弟，一同率军从合浦讨伐驻守在交趾的晋军。吴军接连数次强攻交趾，全都被杨继率军击退。东吴渐渐陷入被动，杨继抓住战机，派遣毛炯、董源等人主动出兵，直扑吴军重镇合浦。双方在古城，也就是如今广西合浦县东北一带展开大战。晋军一战击溃吴军，大获全胜。吴将修泽被毛炯当场斩杀，刺史刘俊也战死沙场。吴军残余兵力只能退守合浦，固守待援。东吴反扑惨败，省兵折将，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，更暴露了孙皓时期东吴的哪些内部问题。这场惨败会彻底动摇东吴的根基吗？此战过后，杨继上书朝廷，举荐董源出任九真太守，毛炯出任榆林太守，继续领兵征讨吴国胶州各郡，步步传使东吴地盘。建恒元年（公元269年），晋太史5年，孙皓再次派出2路大军南下征讨交趾，一路由监军于氏，也就是于芳的世子，连同城南将军薛旭、薛嵩的长子，从荆州陆路出兵；另一路由监军李旭、督军徐纯带队，从建安郡治，也就是今天福建建瓯市南，珠海路进军，约定两军在合浦会师，联手清剿驻扎在交趾的晋军。可惜吴军行军很不顺利，李旭这一路因为建安海路险阻难行，根本到不了约定地点。无奈之下，李旭杀掉向导冯飞，在第2年率军原路退回建业。之前被李旭得罪过的何定，趁机以上杀向导、私自撤军为由，向孙皓诬告李旭。孙皓大怒，直接下令把李旭、徐纯全部处死，还诛灭三族。于是薛许大军抵达后，苍梧太守陶桓主动上表请战，带兵和杨继所部在分水开战。只因将帅想法不合，号令无法统一，吴军最军战败，还有2名将领当场阵亡。于是兵败退保合浦。薛旭为此十分恼火，和陶桓起了争执。就在当天夜里，陶桓亲自带着几百精兵夜袭董源营地，大获全胜，缴获数千匹锦帛和无数珍宝，满载而归。薛许得知战果后，主动为之前的态度向陶桓道歉，
还上奏举荐陶桓出任胶州刺史、前部都。建恒3年（公元271年），晋太史7年4月，于是领兵攻打董源所部，顺利取胜。董源战死，杨继只好任命王肃接替九真太守。陶桓拿出之前缴获董源的财物，重金收买符延夷首领梁齐。梁齐当即带领1万多兵马归附吴军，继续采用陶桓的谋略，从海路突袭交趾。杨继赶忙派毛炯、孟越带兵前去拦截，双方在分析展开大战。晋军惨败，毛炯孤身一人侥幸逃回。交战当中，晋军还曾假装败退，想设伏偷袭吴军，却被陶桓一眼看穿，派出长骑队一举攻破晋军埋伏。陶桓凭一己之力扭转吴军颓势，一边用兵，一边收拢人心，这是不是说明乱世之中能臣良将才是决定战局走向的关键？杨继、毛炯等人收拢残兵，退回交趾，闭门坚守城池。陶桓顺势领兵围城，彻底切断粮草补给。到了7月，交趾城内粮草彻底耗尽，半数以上居民都死于饥荒和疫病。没过多久，陶桓暗中联络招降了城中守将王约，靠着里应外合攻破交趾城，斩杀张登、孟通、赵辉以及2000多名守军，活捉晋将杨继、毛炯等人。陶桓立下大功，被东吴正式任命为胶州刺史。九真守将王肃得知交趾沦陷，和杨门王成等人打算逃回南中，结果半路被陶桓部将魏普擒获。九真公曹李作和都尉邵衍依旧坚守城池，不肯投降。陶桓派兵攻城时，随军的还有李作的舅舅李晃，他出面劝外甥归降东吴，却被李作断然拒绝。吴军耗费不少时日，才最终平定九真。没多久，日南等郡纷纷开城归降，东吴就此成功收复整个胶州。为了夺回胶州，申浩几乎倾尽国力，历时3年的战争，投入了最精锐的陆军和宝贵的海军，消耗了巨量的钱粮财物。虽然最后顺利夺回胶州的控制权，然而却极大的透支了东吴本就不甚雄厚的国力。北方的西晋王朝正厉兵秣马，虎视眈眈，为了满足南征的需求，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等地直面晋军的核心防御地带，兵力被严重抽调和削弱，防务出现巨大真空，这无疑将帝国的咽喉要害暴露在敌人的刀锋之下。你觉得这一战东吴真的赢了吗？